还没我要去，穿了。我要去。赶紧说上头了。你干嘛？你捏我干嘛？精神控制了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做主线任务了，带大家一起做2个支线任务。第一个支线就是我们要在上海看一场英雄联盟 S 赛的8强淘汰赛。第二个支线任务呢，是我们要去北京看一场《星露谷物语》的音乐会。这2场活动其实参加起来都挺难得的，因为英雄联盟上次有赛事的比赛，在国内的话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。而星露谷的音乐会的话，这是第一次来国内巡演，一共只演6场还是7场的，所以说机会还都挺难得的，就带大家一次性体验2个支线任务。又是这辆熟悉的小白车已经轻车熟路了。这一次我们又在上海和店里的一些老顾客相遇了，因为小夏和小史平时就是在上海这面的，所以说他们又过来接我们了，带我们中午去吃一顿上海比较特色的饭，然后下午再把我们送到场馆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最近好像很久没出太阳了，咱俩一来上海居然晴天了。我在小红书上了解，他们说10月、11月份的上海很少有晴天。哇靠，这么多人吗？刚开门13分钟。很好吃。他家最贵的面是沪西汕头面，我要一个沪西汕头面。可以。69，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我们2个一共是花了135块钱。这里我声明一下，他家的一碗葱油面的话是7块钱，单纯是我俩点的浇头太贵了，正常面的话真不贵。给大家看一下小夏和小史点的面，看起来真的很有食欲。我的这个鳗鱼和面竟然是分开的，我还问了一句能不能把我的鳗鱼倒进面里去吃呢？他告诉我说不能，因为倒进去会太咸了。这个鳗鱼是红烧的，然后是咸甜口，咸味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重，但是那个面是真的香，葱油面真的太好吃了。如果说这碗面我能给它打到9.5分的话，我觉得那一碗葱油面的话起码占到90%的功劳。正常来说，这个鳝鱼底下应该铺点洋葱，铺点土豆片儿，它下面居然铺的是五花肉。我们出来之后，他们家排队得排了30-40个人了，真的很夸张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值得一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上海这个地铁的标志好像那个宝可梦或者说马里奥的那个标志。大家都喜欢小花生。经过我在这里的观察，我发现现场韩华的粉丝起码是根基粉丝的10倍。我也支持韩华。是因为韩华有个华字儿？不是，主要原因是因为韩华有小花生和 Viper， 这俩人在中国打工。哇，这人也太多了。这边人也不少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场馆了，打算给老板娘买一个帽子。其实外面有很多人戴这个 Timo 的帽子，所以说我们打算买一个新版破罗的帽子，这个的话比较特殊一些。给了个这么大的袋子。我只买了一个帽子，但这个袋子也太大了。现在比赛还有1个小时才开始，我和老板娘好像来的有点早了。今天的场馆是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中心，这是个全封闭的室内场馆，最极限情况下能容纳2万多人，真的还挺震撼的。这么巧吗？我和老板娘竟然在这个场馆里遇到了一位我们店里的顾客，而且他前2天刚刚在我们店里玩了7-8天，这才刚离开没多久，我们又在这个场馆里遇到了，就是这么的神奇。今天我们看的比赛是根基打韩华，是2个 LCK 队伍的内战，就是韩国队的内战。但是今天的比赛质量我觉得应该肯定不会低了，因为这2个队都不弱。最近 B 站直播还在英雄联盟 S 赛的直播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竞猜瓜分现金的活动，不但能在我们看直播的过程中给我们增加一些趣味，而且是真的可以瓜分现金的，真的特别有意思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我今天第1局的话就猜 HLE 赢。现场看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优势，就是你能看到一些选手之间的互动，比如说入了在上场的时候拍了一下小花生，然后小花生又拍了一下入了的肩膀。虽然是不同的队伍，但是这也是一种互相的鼓励吧，因为今年是小花生打职业比赛的最后1年了，如果今天他们输掉的话，这就是小花生最后1天的英雄联盟比赛。没想到无意中我选的1天比赛还能见证一位传奇大爷的最后一舞吧，算是。
根基又打赢了，这什么比赛啊？这什么鬼啊？你赢一波，我赢一波；你赢一波，我赢一波。今天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！你敢相信这两个队几乎没有失误？今天真的没有战犯，每一个人都已经把操作拉满了。根基在自己联赛的战绩是29胜1负，今天韩华还赢了他一小局。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没有白看，很有可能是整个 S15期间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场 BO5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崔操奇1个打3个，杀1个！我去，这是个战神吧？这崔操奇，游戏结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恭喜根基！今天这个比赛是真的精彩，真的非常精彩。虽然今天韩华输了，但是韩华已经算是尽自己最大的全力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留遗憾，而不是害怕，而不是不敢去拿出自己的东西来。我已经尽尽全力了，反对啊正结果也就已经不重要。我觉得韩华现在已经做到不留遗憾了。走了，我们要去赶飞机了。今天晚上我们还要立马去北京。某天有小屋顾客在青岛相聚，不是在青岛，哪相聚啊？在上海相聚，有点昏头了。刚才看了。那姐，你得多穿一点啊！你这不得老冷了？你这。北京现在2度。翟翟刚跟我说北京可不能露着腿啊。现在上海20度，北京2度。你可以试试。我没拿短裤。我把裙子脱给你穿。我有短裤。看热闹不花事，这么激进吗？我也有短裤，我车上就有短裤。算了吧，我不能穿短裤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，到时候青岛见吧，拜拜。8点刚看完比赛，9点到机场了。现在凌晨1点，我俩已经到北京了。如果刚才那比赛打满 BO5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赶不上飞机。现在准备要赶紧去睡觉了，明天还有很多任务要做。北京确实是格格多。这娘娘也不啊！小天儿子。不过你俩这个扮的好像还真挺像的。是吗？很无违和感。故宫好像就没有淡季这个说法。现在是10月底的工作日的中午，我没有想到故宫里居然会有这么多人。我今天中午来吃烤鸭了。这个烤鸭店听说是每天必排队的，甚至旺季的时候每天都要排3-4个小时才能吃得上。今天过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其实菜单上的价格相比较它的环境和定位来说的话，我感觉这个价格应该是比较合理的。就算这个店在青岛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会卖这么个钱。好像这种烤肉的方式只有北京有，就是把大葱、香菜还有肉放在铁板上一块烤，烤出来之后变成了一盘菜。是这个。我是一个不吃香菜的人，我觉得香菜在这里面恰到好处，就是很提味儿。我一个青岛人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竟然是这个虾，我觉得可以跟烤鸭媲美。蜜汁酥皮虾，这个虾是油炸过的咸甜口，外面已经炸到很酥脆了，但里面的肉的话还挺嫩的，你可以把它整个放到嘴里面，什么皮都不用吐，可以整个嚼一嚼咽下去，特别的香。这边的烤鸭店竟然还会给我们提供教程，除了传统的北京烤鸭，还会有一种针对南方人特殊的北京烤鸭，是要蘸梅子酱加哈密瓜加黄瓜吃的。因为有很多可能南方的朋友吃不了咸味，就给他们准备了这种酱，真的特别神奇。今天我一定要尝一尝，它会更加突出鸭皮的味道。北京烤鸭蘸果酱放哈密瓜的话，我觉得它更加突出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，就是鸭子本身的味道，就是它会更香一些。但如果是传统吃法的话，我会感觉它就是一个整体，我还是更喜欢传统吃法，因为我感觉北京烤鸭就应该是那个味儿。尝一口，你尝一口。这用那个蓝湛飞的话说，就是好吃的抽耳光都不放手。那你吃，我抽你。果然，北京你不刷身份证都进不来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星露谷的音乐会了，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位置有多顶级。天安门，哇塞，就在天安门的边上。今天我们来这么早，还有一个主要目的，就是我们跟很多其他玩星露谷物语的人约了要交换物料，所以说我们提前先过来了。谢谢谢谢。对，谢谢谢谢。
有时候真的会感觉，就是玩主机游戏的玩家之间的感情真的很纯粹。我们这才刚到现场，现场就有人给我们发物料，而且都是免费发放的，谁来的话他们都会给。现在距离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，门口都已经聚集了30-40个人在这里交换物料了。大家都是因为一个游戏相聚在这里，互相之间并不认识，但感觉又有那么一丝的熟悉，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。我一定要尝一下那个百花手美食，可以。感觉这种跟游戏相关的活动就必然会有我们视频的观众，真的太巧了。今天这个星露谷的音乐会还是有周边卖的，但是这个周边的价格呢，我就不太好去评价了。我跟老板娘买了2件 T 恤、1个8音盒和一个宣传海报，我俩花了700块钱。其中我觉着最离谱的就是这个宣传海报了，它居然要100块钱。大家感觉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大家如果觉着挺贵的话，请在弹幕上打1；如果觉着还能接受的话，请打2。我真的很好奇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，主要是我觉着挺有纪念意义的，我可以买1张挂在店里，所以说我就一狠心咬牙买了1张。太牛了，太牛了！今天这个音乐会整个演奏的过程是禁止录像录音的，我们既然来了要遵守人家的规则。但是这整个过程我听下来真的让我感觉非常不一样，我起了不知道多少次鸡皮疙瘩，而且他们的曲子都是经过改编的，真的非常的好听。星露谷物语这个游戏真的特别的神奇，它会给我们生活当中注入一种力量，因为它里面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向往的一种生活，也是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寄托。我觉得一个游戏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，星露谷物语真的不愧是 Steam 好评率第1的游戏，名副其实。这趟来北京什么也吃到了，烤鸭、涮肉、羊蝎子、炸酱面全都吃了。今晚最后一顿吃涮肉，吃完了回青岛，还得回去给大家更视频看呢。看在我们这么努力的份上，给我们投2个币吧。这一家涮肉竟然把小料搬到了你吃饭的桌子上，这是我吃了这么多年火锅第1次碰到这样的情况。北京的这个涮肉都是清水锅，然后主要的话就是吃食材本身的味道。这个蘸料竟然是28酱，就是芝麻跟花生酱调配成的。这道菜就是让我跟老板在开头的时候面露难色的这道菜，它的名字叫做芥末墩儿。来北京，你推荐大家吃芥末墩儿吗？推荐啊，非常的好吃，不吃你会后悔的。那这一期的支线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要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啊，各位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就回归主线了，那就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。原本今天这一期视频我想等到 AL 获胜剪到片尾的，我没有想到就这么多年了还是做不到嘛。